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原油平稳，应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刺杀企图，让地缘政治风险再度成为焦点。而中国的3中全会也在周一拉开帷幕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6月新房售价9年来首次跌幅创纪录。尽管政府出台支持措施以控制供过于求并提振信心，但房地产行业仍在苦苦挣扎。下面这条，中国央行按预期于周一稳定中期利率，对到期中期贷款进行了展期。接下来这条，中国经济增长低于预期，第4季度年率为 4.7%， 但制造业产出、收入和投资出现改善迹象。经济学家认为，消费需求疲软和政府支出减少拖累经济增长。接下来，中国共产党召开4天会议，制定经济自给战略，应对国家安全关切和美国技术限制。会议还将关注应对房地产低迷和持续不景气的措施，以促进后疫情复苏。接下来这条 ，CLTD 任命前 Trust Bank 首席运营官 Go 领导新加坡数字银行部门，以指导这家东南亚互联网公司的金融业务。Go 将取代 Mari Bank 部门的首席执行官郑玉东，后者将成为公司的顾问。让我们关注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 WH 集团将剥离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业务，并在纽约上市。让我们关注受汽车新车需求低迷影响，汤姆公司宣布暂停2025年财务目标，第2季度营业亏损高于预期。该公司将不再满足2025年预期收入6亿欧元的目标。接下来这条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将于本周一发表讲话，这标志着美国央行官员开始评估通胀放缓情况，并考虑是否因此暗示降息的为期1周的关键评论。下一条，法国 IT 公司 Atos 宣布获得 16.75 亿欧元资金用于债务重组，债权人持股超 50%。 公司还获得8亿欧元过度融资，其中 4.5 亿欧元已可用，可提供流动性资金直到财务重组计划完成。重组完成后， Atos 仍保持不受控制状态，董事会将由多数独立董事组成。下一条，澳大利亚法庭判决 BigNet 澳大利亚推广人未经许可提供金融建议，禁止其管理公司5年。让我们关注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正洽谈收购网络安全初创企业 Wiz， 交易总额可能高达230亿美元，将是 Alphabet 史上最大的一笔收购。该交易尚未达成协议，仍可能告吹。下面这条，中文公司川大智胜在特朗普遇刺事件后股价飙升，因投资者押注其当选。同因股在中国股市很常见，例如奥科玛在奥巴马当选后飙升。下面这条，过大头寸押注人工智能巨头英伟达 NVDA 今年提振了投资组合经理人的回报，但若这家芯片制造商炙手可热的股票遭遇逆转，这些押注将放大风险。最后一条是，中国共产党高层本周在北京开会，讨论中国经济未来方向。由于经济挑战和与西方摩擦，此次会议备受关注。会议可能宣布关键经济改革和政策指示，以应对房地产危机、高债务和疲软的消费需求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